这是一群购物狂，他们在一场奢侈品特卖会门外排起了长龙，准备在这血拼一场。这时，另外一个门打开了，一个售货员走了出来。他们一拥而入，开始疯抢模式。女孩拿起了一双羊绒手套，这就够了。刚打算离开，又看上了一双半价的鞋子。Do I need these？ 羞涩的口袋不得不让她艰难地放下鞋子，可她刚放下，就被身后的女孩抢走了。Oh, I'm so sorry. I had him first. I know, but you put them down. No, I know I did, but I saw him first, so I'm gonna take him. Yes, but then you took your hands off. Give me the boots, and no one gets hurt. Get me, lady. Get me the boots! I want him. Look, there's a sale of Burberry. The oldest trick in the book. 两人在商场里不顾形象的你争我抢，最终女孩带了一堆战利品回家，握着手里被刷爆的信用卡，她怎么都开心不起来。瑞贝卡是一名杂志社的记者，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购物。她拥有12张信用卡，被她称之为魔法卡，因为只要刷一下就能买到一切喜欢的东西。相比看到帅哥，商场橱窗里的商品更能吸引她的注意。她认为男人不会像商品那样爱你款待你，也不能7天内退货，还不如一件羊绒给予你温暖。可当她看到账单时，就是她最痛苦的时候，甚至怀疑有人偷偷刷爆了她的信用卡。可账单上的亲笔签名却清晰地告诉她，这个购物狂就是她自己。此时她已经欠下了几万的债务，为了能离自己仰慕的时尚天地更近一些，她瞒着公司偷偷投了时尚杂志的简历。这天她精心打扮了一番，自信满满的准备去面试。可当她经过一个橱窗时，刚好看到商品在打折，她又控制不住停下了脚步。透过橱窗，她看到了一条时尚的绿色围巾，可她才刚刚收到900美元的信用卡账单。她试图努力说服自己并不需要围巾，谁知一旁的模特像是活了过来，在她耳边喋喋不休地说 It would make your eyes look bigger. It would make my haircut look more expensive. You'd wear it with everything. It would be an investment. You would walk into that Olette interview confident Confident. and poised. Poised. The girl in the green scarf. 最终瑞贝卡又说服了自己，愉快地掏出了信用卡。可她把信用卡都刷爆了个遍，还是额度不够，还差20美元。她又急冲冲地跑到了外面的一家热狗店，打算拿支票兑现。Do I look like a bank? No, I have an interview in 4 minutes. They would hold sale items. It's a desperately important scarf. Desperately important. You know what? It's for my great aunt, and she's very sick. She's in the hospital. 面对瑞贝卡的苦苦哀求，老板不为所动。一旁的帅哥听到了他们的对话，他大方地掏出了20美元给了瑞贝卡。瑞贝卡连连感激。You want your scarf? I want my hot dog. Cost and worth are very different things. Thank you. My aunt will really appreciate it. 瑞贝卡欣喜若狂地跑回商店，如愿买到了那条绿色的围巾。她带着绿围巾自信地跑去面试大楼。可当她赶到杂志社前台时，却被告知已经招到人了。看着她失落的样子，前台小哥友好地告诉她，隔壁的理财杂志正在招人。他说理财杂志和时尚杂志同属于一个公司，他可以先去理财杂志那边先工作，把理财杂志当跳板，再回到时尚杂志这边。瑞贝卡听完瞬间又燃起了希望。她来到理财杂志面试，可刚进门就傻眼了。理财杂志的主编竟是刚才给自己20美元的帅哥卢克。反应过来后，他连忙摘掉围巾，随手丢在了外面。他紧张地坐了下来，卢克也认出了他。We met. We did. Thank you. 面试正式开始，卢克问了他一些关于金融时事方面的问题，瑞贝卡却支支吾吾，一句也答不出来。这时助理敲门打断了他们，说他的围巾落在了外面。卢克看见他手上的围巾，立即明白了一切。瑞贝卡知道自己的谎言被识破了，还想再解释什么，只见卢克直接划掉了他的面试名单。瑞贝卡的面试失败了，他垂头丧气地回到了办公室，却从同事的口中得知杂志社将要倒闭的消息。这下他彻底失业，没有了收入来源。回到家，看着眼前一堆的账单，瑞贝卡彻底陷入了困境。追债电话又一个接着一个打了过来，她只好装病想先敷衍过去。她的闺蜜好友苏西为此还为她免去了房租，但债务还是得尽快解决，那就是要尽快找份工作。苏西建议她，如果想去时尚杂志，不妨写一封自荐信，也许能得到杂志主编的赏识呢。她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于是她洋洋洒洒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购物狂对时尚的看法。闺蜜看后直呼她写得太有才了，她兴致一来，又写了一封挖苦理财杂志主编的信。You can stick your job up your ass. Ride the bike. Hello. Here's $20. Buy yourself some decent clothes. 两人兴奋地跑了出来，把2封信都投递了。很快他就收到了卢克的电话，他对瑞贝卡的观点很感兴趣。
Describing the principles of security investment in terms of the way different women purchase different shoes, that was different. Would you like to come in? I don't care. 听到这，瑞贝卡知道他收到的是那封自荐信，而非另外那封吐槽他的信。他慌忙赶往杂志社，想要阻止另外一封信落入他的手中。这时刚好有一架衣服推进来，他机智地躲在了里面，终于偷偷拿走了那封信。第一天上班他就迟到了，还闹出了一些笑话。领导在上面讲话，他在下面削铅笔，连眼镜上面的标签也忘记摘了。卢克很喜欢他那篇自荐信的内容，于是安排他写一篇签字的金融报道。他想都没想就直接答应了下来。转头他就去图书馆直接抄书上的资料。卢克一眼就识破他是从傻瓜理财书籍上面抄的，要求他再重写一篇。可他确实对理财知识一窍不通，他又打算从网站上搜索资料，结果被卢克抓个正着。卢克无奈地看着他。Am I fired? Get your coat. 谁知他竟带着瑞贝卡来听一个金融专家的讲座，他还一边听一边给瑞贝卡解释，瑞贝卡也听得津津有味。讲座结束后，卢克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实目的，他希望瑞贝卡能用那封信中诙谐易懂的方式向大众解释那些深奥的金融理论。他让瑞贝卡回去再重新写一篇。听了卢克的讲解，瑞贝卡似乎又有了信心。回去的路上，一张商场的促销单又迎面扑来，他又忍不住买了一堆不需要的东西。看到卢克给他发的信息，才想起来通稿还没写。当他看到跟人抢破头的羊绒大衣并不是纯羊绒时，更是感到极度心痛。于是他有了写作的灵感。Your store card is like a 50% off cashmere coat. The first time you meet, it promises to be your best friend. Until you look closely and realize it's not real cashmere. 他用自己的购物经验写出了一篇让人通俗易懂的理财文章。瑞贝卡用戴绿围巾的女孩为名发表了文章，没想到这篇文章一发表就立马爆红，杂志的销量也跟着大涨，就连平时不看理财杂志的都买了一本来看。卢克也只夸他写得好，杂志社上上下下从未如此热闹过。可就在这时，催债公司打来了电话，瑞贝卡瞬间慌张了起来。卢克刚要接听电话，瑞贝卡不顾形象地爬上了会议桌，及时阻止了这通电话。他谎称来电的是自己的前男友，自从分手后就一直在纠缠着他。卢克听完并没有怀疑，瑞贝卡本想向父母借钱还债，谁知父母因为读了他的理财文章后有感而发，立马去买了一辆喜欢了很久的房车，而家里的存款也已全部用光了。瑞贝卡顿时傻眼了，因为瑞贝卡的文章在网络上大获好评。卢克邀请他一起去参加1年1度的新闻盛会。看着卢克热情洋溢的帅气面孔，瑞贝卡第一次对购物产生了怀疑。那些冰冷的商品真的比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更温暖吗？新闻盛会如期举行，瑞贝卡又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为他曾在简历上写着自己会芬兰语。卢克让他去招待来自芬兰的高管，他告诉瑞贝卡对方一直很难搞，瑞贝卡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客户向他说了几句芬兰语，瑞贝卡根本就听不懂，他灵机一动直接给了对方一巴掌。大家都在震惊地看着他。Men like you. They're the reason I left Finland. 没想到他竟踩了狗屎运。 Mr. Brandon. Yes. We Scandinavians like her. 瑞贝卡瞬间成了金融界的一位红人，而理财杂志因为他的文章正式进入了主流杂志的行列。他们又被受邀去参加一个慈善晚宴，为此瑞贝卡想带卢克去挑选一身合适的礼服。刚进服装店，瑞贝卡便开始认真地为他挑选，卢克却感到很无语。Actually, what I really need is a tuxedo, say 3 buttons, size 48 regular. A white dress shirt, I'll try the blue as well, and a black Vanice shoe in the size 10. 卢克对服装搭配比瑞贝卡还娴熟。从卢克的口中得知，原来隔壁时尚杂志主编是他的生母。I don't want to be defined by clothes or labels or family. I chose to succeed on my own terms, not kowtow to some controlling family. 瑞贝卡瞬间被他吸引了，随后两人又来到户外酒吧一起喝酒放松。卢克还邀请瑞贝卡一起跳舞，不知不觉间两人的感情也在慢慢发生变化。两人刚回到酒店，谁知艾莉西亚早已在等候着卢克，她邀请卢克去喝一杯。瑞贝卡看着两人亲密的样子，只好失落地走开了。不知不觉间，她早已喜欢上了卢克。第二天，瑞贝卡正坐车准备赶回家，却接到了闺蜜打来的电话。她告诉瑞贝卡，催债人已经找上门来了，让她先不要回来。此时她已经准备到了家门口，差点被催债人撞见。现在的瑞贝卡终于察觉到，她的购物欲望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她现在的生活。她想要扭转现在的局面，不想再沉沦下去。于是她报名了一个购物狂劝诫会。I mean, I like shopping. Is there anything so wrong with that?
I mean, stores are put there to enjoy. The rush you feel when you swipe your card. And it's approved. And it all belongs to you. 大家本来平静的心又被他勾起来了。丽贝卡越说越激动，她立马离开了这里，跑回家，打开冰箱，那张被他冰封的信用卡又被他拿了出来。他把冰块砸碎，又拿到了信用卡。他立马来到商场，准备再买个新包包。这时他听到熟悉的声音，原来导师也在这里。You. Sorry, get it away from me! Get it all away from me! Rose! Oh my god. 瑞贝卡报的劝诫会还是以失败而告终。终于到了慈善晚会这天，瑞贝卡看到了时尚杂志主编，她刚想上前自荐，却被艾莉西亚拉住。她提醒瑞贝卡的衣服有线头了，她本想直接扯掉，结果衣服却被扯坏了，她只好把外套脱掉，却被别人当成是服务员使唤。她又来到后厨想倒杯酒，没想到又被厨师当成了端盘子的。她这才发现原来是自己跟服务员撞衫了，她被迫帮忙上菜。笨手笨脚的瑞贝卡摔碎了盘子，把整个现场搞得一团糟。幸好卢克及时救场，他好笑地看着手足无措的瑞贝卡，似乎早已习惯了笨拙出糗的他。他一个人来到天台散心，卢克不知不觉来到了他的身后，贴心地为他披上了外套。他感谢今晚卢克为他救场。 I thought she was your girlfriend. No, she's not my girlfriend. She's not you. 原来卢克也早已对他动了心，两人在一起度过了甜蜜的一晚。第二天，瑞贝卡迈着轻松的步伐去上班，却发现追债人已经追到了公司门口。瑞贝卡趁他不注意，急忙冲回公司。卢克知道后，想出面帮他解决问题，却被心虚的瑞贝卡及时拦下，只是叫了保安赶紧把追债人带走。因为瑞贝卡发布的文章持续获得好评，戴围巾的女孩开始名声大噪。电视台特地邀请瑞贝卡参加节目，为了完美亮相自己的电视处女秀，瑞贝卡刷爆了自己的最后一张信用卡，买下了一件昂贵的礼服。接着她又跟闺蜜去试婚纱，又买了一件艳丽的伴娘服。她提着2袋礼服去参加劝诫会，刚要进门，突然意识到提着2袋战利品不太好。恰巧此时有一位女士也是来参加劝诫会，她提出想把东西先放在女人的车上，女人愉快地答应了。Hey, save me a seat. Okay. 谁知这个女人竟是新的团队负责人。丽贝卡惊讶地看着她，她决定杀鸡儆猴。她提出让瑞贝卡无偿将2袋东西捐给慈善商店。瑞贝卡解释这些都是她需要的物品，但在负责人看来这些都是借口。Okay, I just want you to take these clothes and do good. Miss Bloomwood, wasn't that liberating? Bravo! 等到劝诫会散了，她才赶回商店想拿回自己的裙子。可是送出去的东西哪有那么容易拿回来呢？她只好又花钱买了回去，但她身上的钱已不够将2件一起赎回。This one's 20. Maybe come back for this one?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最后她放弃了伴娘裙，因为那条礼裙她还要穿去参加节目的。很快到了上节目这天，瑞贝卡在节目上大谈自己的理财之道，幽默风趣的风格和独特的理财思维得到了大家的共鸣。台下的观众纷纷为她鼓掌。轮到了观众提问的环节，谁知追债人竟出现在了这里。在全国直播下，他直接在直播间揭露了瑞贝卡所欠的债务，还揭露了他为了躲避债务撒了一堆的谎言。理财网红居然是个老赖，这个消息瞬间引爆舆论，人们议论纷纷。瑞贝卡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卢克失望地走出了直播间，瑞贝卡见状追了出去。他在身后不停呼喊卢克，试图挽留他。 So do what I hired you to do, Rebecca, and make the truth clear to somebody who absolutely doesn't understand. I shop. So you lie because you shop. Because when I shop, the world gets better. The world is better. And then it's not anymore. And I need to do it again. What about credibility? I wanted to tell you, but I only took the job to get to Willette. Well, I wish you all the best with that. 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卢克失望地走了，瑞贝卡也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她一个人失落地走回家，闺蜜知道她此时很伤心，早已在家门口等着她。这时，慈善商店的疯婆子穿着她的伴娘服从他们面前经过。Is she wearing my bridesmaid's dress? 瑞贝卡不知道该怎么解释，闺蜜生气地关上了门。公司因为这次事故开除了瑞贝卡，失业又失恋的瑞贝卡搬回了父母家。瑞贝卡独自一人来到海边散心，父母知道她现在遇到了困难，决定把那辆房车给卖了替她还债。但瑞贝卡说什么都不愿意，她不想看到父母总是为她做出牺牲。Nothing defines me except you and your mother. 让她没想到的是，时尚杂志主编竟主动找上了门来。他向瑞贝卡抛出了橄榄枝。杂志负责人说：“和你一样的年轻女孩，
你的经历触动了许多，他们对你的经历深有同感，但前提是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可以为你设立专栏，呼吁他们疯狂购物。瑞贝卡这才明白，自己最崇拜的公司原来这样没有道德底线，但他现在已经幡然醒悟。I've made so many mistakes, and I feel like taking this job would be another one. Before you make your decision, you should know this. When I leave this house, the opportunity live with me. Well, then you should both go. C'est la vie. 瑞贝卡又回到了购物狂圈界会，这次她决心要改过自新，戒掉购物瘾。她来请求大家的帮忙。瑞贝卡以戴绿围巾的女孩名义，筹办了一场大型的促销拍卖会，把自己衣柜中的闲置衣物全部清仓大甩卖。前台看到这个消息，好心的发给了每个员工。当天拍卖会现场立刻排起长龙，里面也准备就绪。Open the doors, Dad! 大家蜂拥而至，现场的氛围十分火爆。到了最后的压轴环节，瑞贝卡拿出那条压轴拍品绿围巾，这是绿围巾女孩的象征。竞拍者给出的价格一个比一个高，所有女孩都想拥有这条绿围巾。最后，绿围巾被高价拍出，瑞贝卡不舍得将绿围巾交到了女孩手中。这次拍卖会所带来的收入，足够瑞贝卡还清所有欠下的债务。她才发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在衣服鞋子上。闺蜜的婚礼如期举行，她重新赎回了那条伴娘裙，希望获得闺蜜的原谅。最终闺蜜也原谅了她，两人也和好如初。瑞贝卡穿着廉价的伴娘裙，当她经过橱窗时，还是会对里面的产品很心动，但她已经不再随随便便冲动消费了。她昂首挺胸，大步迈过一个接一个精品橱窗。在尽头，她碰到了卢克。卢克已经知道她把所有的物品都拍卖了，他们四目相对。You really sold it all? You have nothing left. I mean, I wouldn't put it like that. 他从口袋掏出了那条绿围巾，原来那个竞拍人是卢克安排的。卢克将围巾重新送给了瑞贝卡。Desperately important stuff. 这一次，瑞贝卡卖掉了他所有的奢侈品，却换来了他的真爱。购物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追求质优品，并且让自己配得上拥有质优品的生活，是激励一个人不断努力的原始动力之一。买，并不是通向幸福的必由之路。人生中有很多更值得珍惜的东西，亲情、友情、爱情、梦想、追求。只有在拥有了掌握幸福的能力的前提下，获得自己喜爱的东西，且不过度，才会让自己发自内心的更踏实。